我们来聊一聊在 KL 生活的人身同感受的话题。你有没有算过哦？我们会花多少时间，浪费多少时间困在车笼里面，看着你的 steering wheel， 听着你最喜欢的 Spotify， 然后看着时间1分1秒的流走。买车就是为了要方便，为了更自由嘛。但是很讽刺的，它却把我们困在车笼里面。我们努力工作赚钱，就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就是往往在上下班的路程中，就让我们的精力消耗掉一大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生活体验，如果是能够让你减少对汽车的依赖，然后又可以把你浪费在马路上浪费那2到3个小时时间给省回来的话，你觉得好不好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正在改变吉隆坡还有定义未来在城市生活的概念，那就是 TOD 了。这个字听起来是有一点专业啦，但是它其实是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房子，甚至是我们的钱包息息相关的。相信我，看完这一支影片呢，你将会在吉隆坡买房子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了。TOD 它的全名是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简单来讲，你把它想象成是一个超级放大版的购物中心就可以了。你imagine啊，我们去 Pavilion 或者是去 Mid Valley， 是不是把车停好过后就可以在里面吃饭啊、逛街、看电影、喝咖啡，所有的事情走路都能够搞定，很方便，对不对？TOD 就是把这个概念从一个商场放大到一个社区、一个城市的区域。它的核心理念呢，就是以一个主要的公共交通站点，比如说 LRT 站、MRT 站作为中心点，在走路5到10分钟能够到的距离内，也就是差不多400到800米啦，把我们生活需要的一切都高密度的集中在一起。这里呢，有你住的公寓，有你上班的办公室啦，然后有你要买东西的商店、商场，有好吃的餐厅，甚至有公园、有休闲的地方。这里所有的一切都通过规划好的、安全又舒服的步道连接在一起。核心的目的就是一个而已，就是让你不需要开车就能够轻松搞定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了。所以啊，一个真正的 TOD 它不只是一个靠近地铁站那么简单而已，它是要和地铁站融为一体的，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其实吉隆坡在 TOD 这条路上已经是 explore 很久了的，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进化石。首先最经典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的 KL Sentral 啦，它绝对是我们马来西亚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交通枢纽啦，把所有的轻快铁啊、火车路线啊，甚至机场的快线都整合来到这里，真的非常的强大。它就是好像一个很巨型的 interchange station 这样子而已咯，但是你讲有没有那种居家的社区啊？其实是没有的，它给不到这种感觉的，因为你看外面，它是周围都是高楼大厦，都是这种 Grade A office、luxury hotel， 甚至这种 luxury 的 service apartment，OK， 少数的豪宅 ，OK， 但是它就是少了这一种社区的温度。它是解决了 interchange 的问题，但是你讲这种生活层面上的话呢，它可能就不太是所有人想要向往的一种环境了。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哦，我认为它这一个是和现在 TOD 所倡导的那个概念很接近了的 KL Eco-City。它在这里呢，不只是建了一个新的 KTM 站，还把这一个 KTM 站和现有的 Abdullah Hukun LRT 站连接在一起。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还在这个 KL Eco-City 建了一座新的桥，连接回去 The Gardens Mid Valley 的 mall。这一个神来之笔啊，瞬间就解决了最后1里路的痛点。它让我们看到哦 ，TOD 不只是讲究交通的连接，更加是生活圈的连接。它把工作啊、娱乐啊、生活啊这几个板块都连接在一起。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半桶水的例子啊。在过去啊，很多 LRT 站你一走出来就是大马路，没有人行道的，想去对面的商店玩免包啊，这就是我们时常讲的，有了硬件，没有了软件。车站建得很漂亮，但是周边的连接步道、商业配套这些软件没有跟上，那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讲了那么多，到底一个成熟的可以说是理想型的 TOD 应该长什么样呢？我就借着这一支视频，想和大家重点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Centrix KLCC。在我看来啊，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最佳答案的。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从 TOD 最核心的几个要素来看。Centrix KLCC 啊，它不是靠近 LRT 站、靠近火车站罢了。Forget about Link Bridge， 它的楼下就是丹王一的 LRT station 了，而且它外面还有一个这个 cover 的 Link Bridge， 直接接到去 Bukit Nanas Monorail Station。这意味着啊，你下来楼下哦，就有2个火车路线。不管你要去 KL Central 啦，还是要去 Bukit Bintang 也好，甚至你要去更加远的地方，全程不用日晒雨淋、风雨无阻。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距离 TOD 啦。Centrix KLCC 这一个项目可以讲是把住宅啊还有商业的部分整合到这一个综合性项目里面的。这种设计理念呢，特别适合那一种的现代的都市生活的这种生活节奏。你可以想象一下啦，你坐在这边，可能你又是 work from home 的，你下来楼下又有咖啡厅、有便利店，你朋友来找你又有地方可以招待他们。所以这种社区的功能哦，他们就以垂直式的方式把整合到这一栋楼里面，完全就是为了要提高你的生活效率。Centrix KLCC 的所在位置啦，它就在这个 Jalan Ampang， 还有外面的 Jalan Sultan Ismail 的交界出来的，所以也是算是一个吉隆坡金三角地段啊。如果从这一个 Jalan Ampang 往下走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到 KLCC 双子塔啊、Avenue K 啊、各大银行的总部、5星级酒店等等，都是可以在步行能够到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你讲下班你要吃个饭、逛个街，也不用开车啊。楼下就是 LRT 站或者是 Monorail Station， 所以这个就是 TOD 想要所倡导的一个以步行为主，可以减少对汽车依赖的一个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了。Centrix KLCC 这一个项目呢是 straightforward 的 ，very straightforward， 因为它就是一座楼，严格来讲你可以把它当成是2座楼啦。OK， 这一边前面的呢就是有 residence 的部分，然后它后面呢就有 car park， 还有它向着这一个河这边呢就会有一些 retail 的。总共有857间的单位，然后坐落在一个2.39 acres 的 commercial title 的土地，然后这个 project 是 under HDA 的呀，然后价钱呢是大概1600到1800块 per square feet 啊，这个范围的。structure 来讲的话 straightforward， 它这一边第11楼就有它的 facility， 第45楼以上也是有 facility 的，然后它的 lift 也分成 high zone、low zone 这样子，总共有11架 lift。所以是非常充足的。OK， 20楼以下的 low zone， 20楼以上就是 high zone， 就这样简单罢了的。OK， 然后这边的单位来讲的话，它的有的户型呢是从最简单的有1房或者是套房、2房、3房，甚至有双钥匙的。所以你要买来出租做 long term 的长租的，或者是短租的，这都是很适合的。OK， 即使你要来自己用也是可以啊。OK， 因为它这边有3房的户型 ，which is 我觉得是很适合拿来长期居住的一种户型来的。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我会放一些 footage 给你看这一边的那一个示范单位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它是会有包括什么一些 furnish 的东西，我也是把它列在这个屏幕上面。所以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的话，可以在 description 里面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你更加多的资料来跟你跟进，或者是来看现场来了解更加多。当然，项目本身的设施也完全是按照现代都市人的需求来打造的，拥有 KLCC 景观的空中泳池、设备齐全的健身房、共享办公室、co-working lounge 等等，它不仅给了你外部的方便，也给了内部的享受。聊完了生活，我们来聊聊大家最关心的钱。为什么我讲哦，买房跟着 TOD 走是未来10年最稳的投资逻辑之一呢？很简单，我们跟着需求走罢了吗？吉隆坡越来越塞车，政府又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不开车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来的。而且 TOD 项目正好满足了这些最刚性的需求。对于投资者来讲啊，这意味着有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强大的租金回报，还有现金流。就好像 Centrix 这样的地点啊，它的租客群体非常的清晰，可以是在市中心上班的白领、外籍专才，甚至是来吉隆坡深度旅游的游客。
我敢讲啊，这些人对价格没有那么的敏感的，但是他们对方便还有时间效率要求极高，他们愿意为这种一下楼就是地铁的方便性支付更加高的租金，所以 TOD 的项目空置率通常会更低，租金也会更加有保障。第二呢，就是稳健的资产增值潜力。一个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像这种你看和地铁站融为一体的土地，更加是用一块少一块，具有稀缺性。随着城市越来越成熟，公共交通网络越来越完善， TOD 物业的价值指数会水涨船高，它抗跌性强，增长稳健，是非常理想的长期投资项目。到了这里，可能你会想哇，Vincent，你讲到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啦，但是 TOD 会不会是很确定有未来的会不会是一阵风潮这样子罢了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TOD 不是一个趋势，它已经是马来西亚国家战略。我们的投资不仅是市场需求的支撑，更加是有国家政策背后的撑腰。我们来看看2个最重要的风向标。首先呢，就是第13大马计划 RMK13， 这是我们国家未来5年发展的最高指导蓝图，里面明确的把加强公共交通网络，还有发展紧凑型城市列为核心目标。政府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减少路上汽车的数量，打造一个更环保、更效率的永续城市 （Sustainable Township）。而 TOD 正是实现这个宏伟蓝图最核心、最有效的武器。第二，我们来看每年的财政预算案计划讲得再好，没有钱也是白搭的嘛。但是你看现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财政预算案里面政府再一次投入巨额资金来加速几个大型的轨道交通项目，比如万众期待的 MRT3 环线，这些100亿、1000亿级别的基础建设投资，就是最实在的行动了。政府正在用真金白银用为 TOD 的未来铺路，而且政府的规划远不只是建几个车站这样简单罢了根据官方的研究还有他们的指南呢，政府的目标是要打造高度连接的社区，这意味着政府的关注点已经是从单纯的硬件建设升级到软件的完善。他们要确保公交站点的周边有安全、舒适、连接无阻的步行道还有公共设施，来解决我们常说的最后一里路的问题。这完美的呼应了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很多旧的 LRT 站有硬件没有软件的痛点，现在政府的顶层设计已经是很明确了。未来的 TOD 发展必须要有软硬兼备的，而且好像 Centrix 这种项目可以讲是提前完美的执行了政府的这个最高标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今天投资好像 Centrix 这样的项目不仅仅是买它现在的便利，更加是买它提前的布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发展红利。当 MRT3 建成的时候，当整个大吉隆坡的轨道交通网络更加的密集，像 Centrix 这种位于市中心、连接多条线路的核心 TOD 项目，它的价值枢纽地位只会更加的巩固，更加的无可替代。所以投资 TOD 不是你一个人在战斗你是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站在一起的，这个才是最强的、最硬的后台，最强的信心保证。所以回到来我们最初的问题，在吉隆坡，我们真的是可以拥有一种不被交通绑架的生活吗？答案是肯定的。TOD 项目正在为我们提供这种可能性。它不仅仅是一种建设模式，更是一种全新的生活选择。我强调的是选择而不是讲有了 TOD 就一定不需要依赖汽车。他选择把时间还给我们，把金钱省下来，把一个更健康、更轻松、更环保的生活方式带给我们。而且像 Centrix 这样的项目，就是把这种未来生活所有的好处都集中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选择是顺应着整个城市甚至国家发展的潮流，这是一个有远见的选择来的。但如果你也厌倦了每天堵在路上的生活，又或者是如果你也认同 TOD 的价值，并希望了解更加多关于 Centrix 如何成为你理想的家，或者是一个精明的投资者选择，欢迎你随时联系我，我们可以一起深入探讨，我们来看看这个项目是否适合你。
你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里面获取我的联系方式，我会向你跟进，让你了解更加多。那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内容，觉得有帮到你的，记得帮我按赞，然后分享这一支影片出去。你们每一个点击都是对我做这些内容的推动力来的。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like 我的 Facebook page。我们下个视频见。我们努力赚钱，努力工作，就是为了要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它却把我们忘记我讲什么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个